我们上线了，上线了，各位同学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中文来了，大叔中文来了啊！是的。好，那这个今天的考试，其实我一直想要做这个 episode 很久了啊，因为今天要做的重点叫关联词。conjunctions，关联词对，关联词在中文特别重要，不过我们目前还没有讲到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课一定可以给大家带来非常多重要的语法点。关联词的语法点太重要了啊！而且学完关联词，大家可以把你们的短句变成长句，很长的句子，然后可以更充分的表达你们的想法。所以关联词平常在说话的时候、写文章的时候都非常的实用。好，我们有非常多的同学来了哦，先跟大家打招呼Lucas、慧君、裴静、佳佳、塔 K 喵来了啊，阿喵就叫你阿喵好了。好，我们的 C 同学 ，C 好还有 Instagram 上面1-20个同学，欢迎大家啊！希望大家可以到大叔中文的 YouTube 来。观赏我们的节目，对然订阅我后们的频道，觉得不错，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我们的会员有非常多的福利，还有看不完的视频。所以如果只要加福利的话，就加会员2级就可以解锁快100个视频啊。对，如果你想要很多视频来练习中文，加入会员就对了啊。好，秋庄欢迎哦，欢迎。什么上狗？什么意思 ？What's up？ 没听懂，我也看不懂。Chris， 我看不懂，你写中文好吗？明川说加入会员了，谢谢。Leo Berry 欢迎。对，文斌还没睡。还有月珍同学欢迎加入会员了啊。秋庄欢迎，还有月莹。好，不跟大家再打招呼了，不然我配字幕会很辛苦。好，那么我们直接来考试了。各位同学最后要告诉我们你们最后答对几题。好，来变数我们念一下。关联词小测验，有时候这个字体很麻烦，这个关应该上面2个点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但那个字体有时候印刷字有时候是这样。对好的，每题1分，今天一共8题啊，满分一共8分，不是10分。8分，好，8分啊，看你能得几分。好，我们来看第一题。小刘去死，什么离婚？小刘既然去死，那就离婚。小刘宁可去死也不离婚。小刘之所以去死，是因为离婚。小刘尽管去死，还是离婚。好，这题大家要选一个最合理的答案哦。不合理的答案就会有点好笑了哦。对有的行得通，但是我们要一个最普遍的那个最基本的逻辑的啊。没错。好，大家都是选宁可去死也不离婚，宁可去死也不离婚。好，答案是 B、C 也挺有意思的。对，我们等一下来讨论一下哦。好，大家都选的是 B 了啊，宁可。好，我们直接看答案。对，哇，大家太厉害了吧！太厉害了，今天难不倒大家。不过这第一题而已了啊。来，我们念一下正确的句子啊。小刘宁可去死也不离婚。好，宁可也不是什么意思呢？宁可也不就是说，你真的不要离婚，那你宁可做一个你真的不愿意做的事情，你很讨厌的事情，你也要达到离婚的目的，也要达到不要达到离婚的，对，也不要离婚啊。所以就是说，基本上小刘就是绝对不要离婚啊，他宁可去死也不要离婚，就是他一定要保持这个婚姻，他不要离婚的意思。但你宁可后面一定要很严重的、非常非常不好的事情啊。你不可能我宁可晚上不睡觉也不离婚，这个就不够程度不够。对，你可以说小刘宁可变成
穷人，或者是小刘宁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也不要做这件事情。对啊，宁可把钱都给他的太太，他也不要离婚。他也不要离婚啊，很好，对，没错。明川问说，为什么不是也不想离婚？小刘宁可去死也不想离婚。也不想，好像他们还没吵架，也不离婚，我觉得已经闹起来了。我觉得他们关系已经不好了，就好像已经在这个边缘了，离婚的边缘了啊。想好像是在一个人的大脑里边，就是他想不想做这件事情，可能表面上还很好关系。对，其实也可以啦，就是也讲得通，不过也不离婚，感觉比较强烈一点哦。对，好，宁愿也可以用宁愿吧，小刘宁愿去死，对不对？宁愿去死也不离婚，宁可跟宁愿好像都可以，没问题啊。好的，没问题。我们第一题大家都答对了，第二题，什么你去，他去，总得有一个人去，是 A 既你去又他去，总得有一个人去。B 不仅你去，而且他去，总得有一个人去。C 要么你去，要么他去，总得有一个人去。D 不是你去还是他去，总得有一个人去。好，这题我认为难度有提高了哦。然后这里有个得哦，大家特别注意，就是必须的意思，一定要的意思哦。这里的得并不是念的，这里的得就是必须哦，总得总得有一个人去。对，好，这题有一点难哦。C 要么你去，大家都很一致，都没有。你们要有自己的想法哦，不可以乱猜，你们一定要懂这个语法点哦。有学过吗？好，小瓢虫 C 大家都选 C 好，看起来大家关联词都很熟悉。我认为大家在学习中文的时候也会特别的重视关联词的学习哦。这个学校老师也特别会强调，因为课本也会把这些关联词挑出来专门讲。一定会的。对，好，我们答案就是要么。好，什么叫要么？就是不是一般不是你，就是一定有一个啦，不是这个人，不是就是对，跟那个不是就是差不多。其实这个 D 的选项本来是可以的，但是这里呢是我们不用还是，我们可以说不是你去就是他去啊，所以如果这里是就是这个 D 的答案也可以。一般是两个选择中你必须要做一个，挑一个，但是无所谓，但是必须从这两个选择里挑一个啊。对，所以这边有两个非常重要的语法点，就像英文的 either or，你一定要选择一个，要么你去，要么他去，一定要选一个。对，或者你说不是你去就这边一定要变就是他去，一样，它的意思是一样的啊。对，那我们也可以说，要么不是咖啡就是茶，你总得选一个啊，就是你一定要在这些选项中选择其中一个。对，好，所以这两个用法非常重要啊。好 ，Tracy 问说，有时候有时候有人打字会打成妈，对，但是应该是不过这是应该是妈还是比较对的啦啊。有的人会打成么啊。好 ，Lucas 问这个问题也不错，或者你去，或者他去，我们会这样说吗？也可以这样说，但是要么我觉得语气会强一点，会或者的话听起来好像就真的我没有要给你很重的感觉，就是轻轻的告诉你啊，或者喝茶或者喝水都可以啊。口语中我觉得口语中我觉得可以，但是我觉得不是很常用啦。但是我们是可以听得懂。那要么有时候我会觉得我要给别人一个最后的那个期限，你必须做出最后的抉择啊。语气比较强烈，你要么买，要么滚蛋。我觉得不管是要么，或者是不是就是这种语气都算是就是一定要对方选择的感觉。或者的话的确会比较缓和一点，不过不是那么常用，但是听得懂。或者你或者他，反正一个人得要去。我觉得
听得懂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对，不是你做就是我做，一定要把工作完成啊。好 ，OK， 好，我们来看第3题。A 不管他做没做过，他都要负责。B 尽管他做没做过，他都要负责。C 不管他做没做过，他也要负责。D 无论他做没做过，他也要负责。好，这个难度应该上来了吧？这个难度颇高哦，不过这题很有意思哦。这题你只要懂了一个诀窍啊，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啊。对。诶，大家这次没有抢答啊。这题很难哦。这题大家要想一想了，这次太好了。对，这题想一想哦。这题的确只有一个答案可以，不过我觉得难度蛮高的。这个 Chanika 是第一个啊，他选了 D。阿喵选 A， 邱庄选的是 D，然后也有人终于有人选不一样的了，终于考倒大家了，终于考倒大家了啊！好，Tracy 选的是 A。我觉得如果答不出来的话，大家可以试试用语感啊，念念看哪一个比较顺啊。我觉得语感也是一个很棒的作答方式哦。好，小瓢虫选的是 A， 看起来每一个选项都有人选啊。对 ，A、B、C、D 都有了。有人答对了啊，有人答对了。好，C， 好的。好，我们公布答案吧。我们就不再卖关子了啊，我们就直接公布答案。答案是 A 啊，我们先念一下正确答对啊。先念一下正确答案。不管他做没做过，他都要负责。好，首先我们说做没做过哦，就是不管他有没有做过，就是有做过也好，没有做过也没关系。对，做没做过都无所谓，都没关系的意思。好。不管他做没做过，他都要负责。好，负责这边已经给各位意思了哦。好，那变叔我们要怎么来找这题的答案呢？就是找这题答案就是首先重点在这个字，重点在这个字，对不对？不管后面肯定是都啊。对，尽管后面一般是也，所以 B 肯定不对啊。那 C 也不对，因为不管和都，不管不跟也。那无论也和都啊。好，简单讲，我简单跟各位讲，不管跟无论或不论，基本上算同义词，意思不会差太多。对，所以请各位注意这些词后面都加上都。所以这个请大家特别注意，我再说一次哦。不管和无论还有不论都是同义词。都是关联词，但是后面一定要搭配都，所以你可以说不管他做没做过，他都，大家也可以这么想，就是他做过，他要负责；他没做过，他要负责，那他都要负责，都要负责，这样做也要负责，那样做也要负责，他都both 都要负责。那尽管我们会用也，对不对？但尽管也是另外一个意思。对，尽管就是像和虽然的意思。虽然对，虽然尽管他，而且我们也不会接做没做过，我们会说尽管他做了，尽管他做了，尽管他没做，但是尽管他没做，但是对，简单说，尽管跟虽然的意思一样，所以常常它的关联词是但是。尽管怎么样，但是怎么样？虽然怎么样，但是怎么样？所以各位同学特别注意这些意思相近的关联词。对，不管、无论或不论，我们接的都是都。对，然后尽管我们接但是或虽然，但是特别注意非常重要。好，对，转折OK。转折应该是虽然，但是它有个转折吧。好，这题答案希望大家可以学习到这个重要的语法点。不管、无论、不论，接的是都。尽管跟虽然的意思都一样，它的关联词基本上是但是但是。好，我们看第4题。A
不管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都挤出时间学习英语。B， 既然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就挤出时间学习英语。C， 无论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都挤出时间学习英语。D， 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也挤出时间学习英语。好，这题答案是什么？这题有点难，连我都要思考一下。好，他给瞄最快啊！我大概知道变数的答案是什么了。好，我们等一下来看看哪些东西可以讨论一下，很有意思哦。好。C 或 A， 明川觉得 C 或 A，但是我好像少打了一个字，那个你少了个会的字，要，对，也要或也就是都要或也要，对不对？这里加一个要，加个要会比较顺一点。对，我刚刚就想说少了什么字了，少个字要啦或会都可以啊，打得太快了当时。好，这题每个答案除了 B 之外大家都有好 ，B 可能大家就不考虑了。既然，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好了。我知道变数要给的答案是什么。变数要给的是 D， 即使好，我们先念一下正确答案。即使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也要查出那个要或者会加对，要挤出时间学习英语也要挤出时间。好的，即使是什么意思？即使是一个假设的情况 ，even if 就是这个情况是比较这个稍微极端一点的情况。对，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坚持，你非常的坚决要做一个事情，即使有一个非常不好的情况，你也要完成这个动作。对，即使我们接的通常是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即使我再累，我还是要熬夜读书所以你会接一个比较极端的状况。即使我再饿，我还是不能吃东西，因为我在减肥即使我们那个困得不得了，我们也要做直播一定要做直播即使再累所以即使再累就是会接一个比较极端的情况，你还是要做什么事情？对你也要做什么事情？好。OK， 好，所以这题用即使是绝对没问题的。不过我觉得也蛮多同学选 A 跟 C 的，我们来讨论一下好了。不管工作再忙，他每天晚上都要挤出时间学习。无论工作不管的话，后面一般是有这个2个选择或者是一个疑问词。你这个里边没有一个疑问词，对吧？就是你不管后面，而且不管要跟也，对吧？所以不管后面大家记住，就是不管他忙不忙，或者不管他有没有时间，这样的话可以。而且我们就像变书说的不管或无论，我们后面常常会接2种情况，比如说不管他爱不爱我，我还是爱着他。无论他爱不爱我，我还是爱着他。所以基本上我们会接2个情况会接个疑问词，不管如何，不管多晚，不管是谁都不可以进来无论去哪里我都无所谓对所以基本上不管跟无论会接疑问词或两种不同的选项好 OK 好的，没问题。我们再看第5题。A， 只有你订我的课，我才保证你的中文水平会飞速提高。B， 只要你订我的课，我就保证你的中文水平会飞速提高。C， 只是你订我的课，我都保证你的中文水平会飞速提高。D， 只有你订我的课，我就保证你的中文水平会飞速提高。好。OK， 这个关联词蛮重要的而且这题难度也颇高。卢卡斯每做一道题都查一下 HSK 的级别。对，很好好，
好的，然后名川 B， 大家都选 B 哦，好，大家果然把关联词学的不错哦，因为这个关联词就比较固定，没有像刚刚那2题比较难啊，这个就比较固定啊。好，有人选的是 B。既然没有人选 A， 我会觉得大家会在 A、B 里边纠结，但是大家都选 B 了啊，不错，好，我们等一下可能要 A 跟 B 讨论一下它到底代表的是什么意思嘛？我们先看一下正确答案是 B， 没有错。好，变叔先念一下。只要你订我的课，我就保证你的中文水平会飞速提高。好，只要就像英文的这个 as long as， 对不对？好。Tracy 说这是一句有广告目的的题吧？对，没有错。我们是偷偷要推广一下我们的会员制哦，还有我们的课。周末我们有那个每周的小鲜肉聚会啊，只要你参加就会飞速提高。对，只要大家参加我们的会员你的中文口语能力就会提高啊。对，好，那变叔只要这个意思是什么呢？只要啊，用英语是 as long as 啊，就是他说如果意思就是说你满足这个条件，那你就会得到这样的结果啊。所以各位同学注意只要后面会接一个条件句只要满足了这个条件，只要你做到这个条件，你就可以达到后面这个目的或结果好，那只有呢？只有是那个 only if， 所以就是说你达到这个目的没有别的办法，就是如果你想中文水平飞速提高，你只能通过订我的课这个方法没有别的方法。可是这个就不合逻辑，对不对这有点不合逻辑。就是说只有后面要接唯一的方法才能达到你的目的。比如说只有探索外太空才能跟外星人联系之类的或者是没有什么别的办法的就是比如别的中文老师都死光了，呸，对，就是唯一的方法。我是唯一的老师。对，全世界就剩下变书了，那就可以用只有订我的课那所以只有一定接唯一的一个方法，后面的结果或行为才能达到你的目的对，好，比如说只有给他一枚戒指，他才会嫁给你只有给他一枚10克拉的钻戒，他才会嫁给你，他才愿意嫁给你就唯一的方法他才会同意跟你结婚好的，我们这个特别重要的2个关联词请大家特别注意，我们再说一次只要我们接一个条件就可以达到后面的目的只有是接唯一的条件，只有这个方法才可以达到你的目的所以这2个意思非常不一样。对，好，我们看一下第5题。好 ，A， 凡是孩子再调皮，你都不能打孩子呀。B， 即使孩子再调皮，你就不能打孩子呀。C， 连孩子再调皮，你也不能打孩子呀。D，就算孩子再调皮，你也不能打孩子呀。好，这题很棒，很好的题目好，其实大家要是通过语感的话，我读的时候可能就觉得有一个很顺，就感觉语气上有的可能就不太顺。对。然后这里其实每一个语法点每一个关联词都非常的好所以这都很值得学习这些关联词除了 A 不是那么常用之外B、C、D 都是很常用的对，好的这题大家在思考中可以感觉到大家在想，头脑力激荡好，调皮就是很顽皮，然后就是天天跑来跑去大叫，熊孩子对吧？对，就是会让父母很伤脑筋小孩子如果很调皮很淘气很顽皮，通常父母很伤脑筋没有办法控制这样的小孩好 D 好，有人选了 A 好 D 大部分同学选的是 D
然后对，都是 D。好，都是 D 比较多。我们直接看答案吧，这题没有悬念，只有唯一的答案啊。好，我们先念一下。就算孩子再调皮，你也不能打孩子呀。好，就算这个在口语中真的非常的常用。写的时候不会这样啊，说的时候常常说。这是口语中一个很常用的关联词表达哦。所以编书就算是什么意思？就算就是 even if 啊，就是你做一个也是我觉得跟即使的意思有点像了啦，跟即使也一样，但是这是因为是就，所以错了。如果你换成即使也是对的啊。只是两个对比之下呢，就算是一个口语用法啊，即使算是比较书面语，口语当然也可以用。然后这两个后面都不是一个事实，是一个比较更严重的程度啊，达到这么严重的程度的后果也不可以啊。对，所以其实 B 也可以，不过它这个要改成也即使孩子再调皮，你也不能打孩子呀，也可以。不过这句会听起来略显正式啊，因为即使是一个比较正式的词。一般口语中就算是非常常用的，我们几乎讲话都用就算比较多啊，所以就算其实就是一个口语用法。对啊，就算大家不加入会员，也可以给我们点赞。对，也可以，就算你们不点赞，也可以把我们介绍给你们的朋友们啊，订阅。对的，好，这个希望大家学起来，因为 HSK 好像没有特别强调这个语法点，但是其实在母语中，母语者交谈中非常的常用，就算它就是即使的意思。对，有时候安慰别人的时候也可以，好像就算他不爱你也没关系啊，之类的。对，就算他就算他真的很八卦，他也不可以把你的秘密告诉给别人。对呀，很好，对，很常用，真的很常用。好 ，Tracy 问可以用尽管吗？尽管一般我觉得是已经发生的事实啊。就是尽管孩子很调皮，你也不能打孩子呀，因为在这是再调皮是一个假设的情况。我觉得尽管后面不是一个假设的情况，是一个既定的事实。我觉得用尽管也太正式了一点。尽管孩子在调，我觉得我不会用尽管的比如说我不知道这个人有没有钱啊，我说现在那我就说就算他没有钱啊，我也要跟他在一起。因为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钱，但是后来我知道他真的没有钱，那我就说尽管他没有钱，但是我还是要跟他在一起。好像就更有一个强烈的对比啊，强烈的对比的感觉。对，好，有人问 A 是什么意思哦？凡事凡事都就是就是所有的没有例外，no exception 啊。凡是人类都会拉屎。好低俗的例子。凡是男人都爱女人，这个也很无聊，而且也不一定一个普遍的例子啦。好，比如说今天来参加直播的人都是我们的粉丝啊。凡事就是讲一个普遍性的这些族群的人都怎么样？比如说，凡是今天参加我们直播课的人，我们都没有礼物，都送一枚戒指真的，所以所有人都得到，所有人都会得到。茶树送啊，我不送。对，或者我们可以说，凡是6只脚的动物，都是昆虫，是吧？昆虫就6只脚嘛。真的吗？都是蚂蚁吧？6只脚有什么呀？还有什么昆虫？ 6只脚的就是昆虫啊，对不对？不一定没有别的吗？凡是外太空来的生物都叫外星人，对吧？凡是外太空来的生物都叫做外星人。对，好，所以就是讲一个群体都怎么样凡是订阅大树中文的人，中文都会都是好人。对。哪怕的意思就不一样咯，哪怕的意思完全不一样了好，哪怕我们以后再来解释好了。好，再出第2期。
好，我们再来看第7题。A， 我取得的成功凡是靠别人都靠自己。B， 我取得的成功不是靠别人就是靠自己。C， 我取得的成功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D， 我取得的成功就是靠别人也不靠自己。好，这题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不难。但是要最合理的啊，不要选那个小众的意思，有的我觉得也可以，但是好的，好，所以这题的答案大家思考一下咯。这题当然不难啊，就逻辑思考不难。看哪位同学先抢答。取得就是获得的意思啊，拿到或获得。靠就是 like rely on。靠 rely， 靠本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啊。那这里就是依靠的意思啊，依靠。好 C 啊，这题我觉得不难了啊。C 好，因为刚才茶叔也讲了一下，讲了那个对，对，好 C， 好，没问题，这题直接看答案。好，我们先念一下。我取得的成功不是靠别人，而是靠自己。对，靠自己。好，表示是成功是因为他自己的努力，不是靠没有别人的帮助，不是别人的帮助啊。好，这题我觉得没有太大的问题啊。好，都是 C。好，所以我们中文常常说不是 A 而是 B。对啊，所以指的 not A but B 啊，这种英文也有这样的表达方式啊。对，好，那凡是这刚刚讲过，刚才讲了，不是就是说这两个中间肯定有一个，今天不是星期四就是星期五。对，啊，所以这个比如说Ben叔喜欢的不是 Mary 就是 Helen， 一定有一个他喜欢的人。对，那必须是这两个中间没有第三个人了。对，就是你给了两个选择，其中有一个一定是答案。对，这题的答案不是 B 就是 C 啊，就可以用啊，所以表示你很确定这两个东西一定有一个是你要的东西。对，好，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两个关联词也非常的好，可以把它学起来，很常用而且很实用啊。对，好的，我们看最后一题。这么热的天，我们与其去爬山，不如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这么热的天，我们宁可去爬山，也要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这么热的天，我们除了去爬山，都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这么热的天，我们即使去爬山，也要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E， 这么热的天，我们要么去爬山，要么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好，这题大家不要被5个选项这么多选项吓到了。其实我觉得难度也不高，不过这些关联词真的都很棒。我觉得关联词是中文里面一个很重要的语法啊，语法的部分，请大家多多的去了解关联词啊。好，明川说我们的短视频要加这个关联词的系列。好，可以啊，没问题。好的，这个对，这边也打个广告，每个星期二都会有大叔中文的短视频哦，我们会讲一些语法啊，简单的语法，会有3个例句，对，来自大叔们的例句。然后我比较少做关联词啦，因为短视频做关联词我们要短，对吧？关联词太长，对，会超过1分钟，短视频一定要1分钟以内嘛。好，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想学关联词，我觉得在这样的课会讲的比较清楚一点。好 ，A。好 ，Tracy 觉得 A 跟 E 都可以。好的，真的。你看这个图片里面这个人啊，对呀，我觉得他应该只想选一个，他会选一个，对不对？好，大部分的同学都选 A 哦，只有这个想太多的 Tracy 选的是 A 跟 E。要去爬山吗？这么热的天，我可不去。可能爬山很凉爽吧？可能那个 Tracy 觉得。他家附近的山可能比较有风，比较凉爽。我觉得还没爬到凉爽的地方，我就晕过去了，中暑了，中暑了啊！好，这题没有悬念，大家都选的是 A。好，我们先念一下。这么热的天，我们与其去爬山，不如在家吹着空调看电影。好，OK，其他我想都
不可能是答案，对不对？对。link 我们刚刚说过了，除了其实我们在上一次的直播也谈过，就是 except 或 besides 的意思对。好，那即使刚刚也说过了，要么就是两个都可以啊。但是在这里，我觉得他想说这么热的天，他肯定不想爬山啊，所以排除了 E。就是我们以常理判断这2个选项，我们一定会选这个嘛，对不对？对。所以你就会变成就是我做这件事情，不太喜欢。我这件事情我喜欢啊，我们就可以用语气。所以不如后面的是你更想做的事情，与其后面可能是别人提了这个建议，但是我不喜欢你的建议，所以我会说这个啊。对，所以就是说这里有2个条件啊，所以基本上我比较想要不如后面的这个条件。那你提的这个，也可以，但是我会更喜欢这个，我会更喜欢这个。对所以比如说，与其花钱请这个汉语老师教你中文，不如加入大树中文的会员。对。会更好。今天广告浓度比较大。对，浓度很高的所以比如说这么冷的天，与其在被窝里喝热水吗？与其喝热水，不如在被窝里躺着。那表示你比较喜欢后面那个方式。或者是茶叔建议一个事情，然后我不想，你不想直接反驳比如还是说晚上吃中国菜吧，我说与其吃中国菜，不如试试新开的这家印度菜饭店。印度餐馆，然后在不如后面加了一点那个更有说服力的东西的感觉，不如去这家新开的正在打折的印度饭店。没错所以基本上这个常常我觉得也很常用大家可以把它学起来，略为正式的用法，稍微有一点正式不过也会用到。好 OK， 那各位同学，我们的题目已经做完了月莹说答对6题，然后 C 同学答对8题。我觉得今天这个难度蛮 OK 的大概就是 HSK 4到6都有涉及到了大概主要是4、5左右的水平所以这个关联词一直我觉得是大家很棒，对学习中文一定要把关联词学好，特别是那个也都还哇，这种是最难记的。还有那个不管无论，我看大家有一点点问题，这个再练一遍。无论不论不管这些都很难去理解它。所以各位同学，有时候你就是常常去用它，因为你死背没有用，你一定会忘记死背一定会忘记，所以你一定要常常去使用它。对，好，那今天谢谢大家的参与7分、5分、7分。好，这种题目可以达到5分，我觉得就是非常厉害了，高手了。所以各位同学不要对自己要求太高，而且要用起来你们不只要学，如果能在某些场合用这些关联词就用一下，特别是你如果考试的时候写作文这样的句子很加分。对，不要怕用错，因为你们可以从错误中学习嘛不然你不用它你就会忘记。好，那么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儿啦，谢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周5还有更精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更多的关联词，请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我们就会做你们想要做的这个主题。然后一个预告，周末我们会有新的大树中文台有新的新闻，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对，大家留言关注点赞。好，我们下次见喽，拜拜。好，拜拜，周末快乐，拜拜。